你们明明那么强，为什么不能早点来？说你们再早一些，我的父母、家人就都不会死了。是你们害死了他们。貌似把你从蛮人手中救下，却怪我们来迟了。女频世界都这么离谱吗？佛教人天，一觉醒来，我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女频世界，凭军功敕封的人国公府，不想着抗击蛮族，开疆拓土，天天想的是如何偏心贾少爷。堂堂女帝，不治理国政，操心的全是替身文学。而我身为好不容易被找回家的真少爷，每天受各种花样欺凌，然后被发配到了这边疆。无奈之下，也只能先在军中锻造，积蓄实力。却没想到，多少次和蛮人生死绝杀没有动怒，今天被一个少女搞得火冒三丈。我一个男频忠实读者，能在你这女频文受窝囊气？你这女子好没道理！任将军带着我等纵马狂奔了1天1夜，已经以最快速度来救你们了，这还迟吗？你们为什么不冲上来替我的家人挡刀？为什么不能不要性命的斩杀蛮人？若你们再拼尽全力一些，再悍不畏死一些，我的亲人就都不会死了。是你们害死了他们，你们这些刽子手！任将军，这少女心智迷乱，要不咱们先将她……该死的蛮人，竟然还敢假扮成我大鱼的少女！将军，你这是不是不太好？难道你还不了解蛮人的狡猾吗？居然还想通过追杀这种苦肉计来伪装身份。还好本将一眼就识破了，把他的脑袋割下来，送上去领功。遵命。任将军，这是怀清李家的人，他们祖辈世代贩茶，在我大鱼颇有些名声。私营的茶庄，谁允许他们贩卖茶叶到蛮族的？蛮族饮食以牛羊肉为主，急需喝茶解腻。茶叶对于中原王朝统治蛮族至关重要，50斤茶叶就能换1匹战马。陛下登基后宣告天下要和蛮人永结友邦之好，便放开了对茶叶的管控。李家人想来是钻了空子，主动送战略物资结友邦，原来根源在女帝。仔细搜索，绝不能有一个活口。将军放心，我等绝不会让任何一个蛮人逃走。本将军说的不仅仅是蛮人，还有这一家人，他们中多半还有人藏起来了，给老子找出来！任将军，这儿有一个活口。父亲，娘亲。李公子节哀顺变吧，袭击你们的蛮人已经被我们边军给斩杀了。你们这群废物，让蛮人在你们眼皮底下屠戮了我李家族人！住嘴！你个庶子，快闭上你的嘴，滚得远远的！连我家人都保护不了，还想让我住嘴？你们做梦！我要告御状，我要让你们这些边军给我李家陪葬！我要你和我父亲一样被乱刀劈死！我要你和我妹妹一样被人用戟刺死！不对，蛮人善用弓箭长刀，根本不用戟。方天画戟是本将军的，你妹妹是我杀的。选吧，这是将军给你留下的一线生机啊，还不快选！如果选择了蔗糖，证明此子城府极深，断不可留；如果选择了刀，证明他有杀心，此子断不可留；如果他2个都选，证明此子贪心不足，断不可留；如果他2个都不选，证明他天生反骨，此子断不可留。既然你不选，本将军可就不等你了，只好被迫送你上路。打扫现场，收拾财货，准备回营。本将军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没有真正的主角？你想干什么？别怕，除了对蛮人外，本将不会轻易动刀的。哎，你是蛮人啊？念在你年少懵懂，这一次就饶了你吧。等下次再见面，本将军可不会手下留情了。好巧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上次说了，等再一次见面，本将军便不会手下留情了。肖伯伯，有个人摔倒了，是个小孩子，才10岁左右的样子。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
来人啊，将他扶回我的马车内，好生照料。萧姑姑，看这个孩童的装束，应该是蛮人。那又怎么了？他只是个孩子。是。是谁？心肠如此歹毒，连个孩童都不放过。看这短刀的制式，应该是隶属于山河城的边军。这群边军当真是下手狠毒，活该栾儿下旨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去前面的城镇，这个孩子这么小，经不起耽搁，你只管安心休息。今天就算是北疆20万大军追杀来了，他们也绝极不敢动你。你这条命，我萧姑姑保了。在下山河城守将，敢问大人，可曾见到一个受了重伤的蛮人少年？见到了，他就在我车内。那烦请大人将他交于属下吧。他只是个孩子，你追杀他已经10恶不及了，还想斩草除根？他是个蛮人，蛮人也是个孩子。今天只要本令还在，你就休想动他一下。继续前行。此子不出，后患无穷。救我，我害怕。大胆，居然敢妄想对本宫不敬！实话告诉你，本令此行返程，并没有兵马跟随。你若再敢阻拦，本令就是让人打断了你的双腿，也不会被别人知道。你是说，就你们这些人，身后没有跟其他人？不错。我去，你不早说！大胆，假释将他绑了，左右给我先打他30大板！人天，你敢不遵本令的命令？没有人跟着你，你还敢这么嚣张？人天，敢杀朝廷命官，你就不怕连累你9族？蛮夷果然歹毒，萧姑姑好心救你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，毒死了他们，还放火烧了车队，意图毁尸灭迹。萧姑姑遭你毒手，本将甚为之痛心啊！李家是大王子的人，却被蛮族追杀袭击，难道蛮族有内乱？女帝要灭了赤峰军，那7万赤峰军士卒皆是大禹精锐，传旨结束，也就是说他们全军覆没了，死在了自己人手上。7万赤峰军都被坑杀，那我们这依附于赤峰军的边军，女帝萧明昭一样不会放过。既然女帝说我们谋逆，那就反给她看，到时候看看谁才是叛军。唉，也不知道任将军现在怎么样了，他这一去不会又造什么杀戮吧？任将军这么做，咱们回去该怎么汇报啊？只能说他杀的是蛮人，任将军和咱们同生共死，哪怕违反了军制，咱们也不能出卖。任将军，那李家人，李家蛮人已经被我杀绝了，还顺手杀了几个意图包庇李家的人。后来查明，包庇李家蛮人的是皇宫内的萧姑姑。任将军，萧姑姑可是陛下身边的红人啊，这是要屠9族的呀！将军，我等是你部下，你杀了萧姑姑，也连累了我等啊！巧的是，我从萧姑姑的车内搜到了这份圣旨，大家看一看吧。什么？陛下要屠戮赤峰军7万部众？什么意思？陛下为什么要杀赤峰军啊？这上面说赤峰军屡抗亡命，赤峰军全是拿命守疆的忠勇之士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？我赶到时，萧姑姑已传完了圣旨，所以现在的赤峰军大概率已经被坑杀了。7万忠魂全部埋骨异乡。赤峰军个个都是好汉，现在全部都死了。朝廷无道啊！左右也是个死，不如反了算了。朝廷无道，女帝荒唐，杀忠臣良将，这样的大禹还有什么值得效忠的？你们可愿意跟着本将清君侧？清君侧，清君侧。好，那就反了！立即收拾行囊，随本将返回大营，将此消息上报。7万忠魂岂能死得不明不白？撤！怎么这般迟？什么时候我等军营也这么慢吞吞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任将军，
赤峰军被诛杀了，全军覆没了，已经完了。任天，你回来了。你应该也听说了吧？7万赤膊军没死在异族人之手，倒是被咱们的陛下下旨杀了。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任将军也赶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任天，平时里你最有主意，这一次你可要多说说咱们该怎么办。是女帝下的旨，那是7万个兄弟同胞啊，就这么白白死了。看来陛下杀意已决，是要逼咱们反吗？张参讲呢？这么大的事儿还不召见咱们，等什么？诸位将军稍等下吧。张将军因夫人闹脾气不吃饭，一直闷闷不乐，他现在只怕是没有什么心情接见各位了。要不诸位先回去，等夫人不生张将军的气了，将军自然会接见诸位的。这该死的女嫔！夫人不吃饭，等着她吃就行了。饿一顿是能饿死还是怎么的？可若再耽搁，咱们都得身死人灭。再去禀告张将军，若还不见我等，我等就要闯进去了。行军还得带夫人，老子是来打蛮族的，不是来伺候夫人的。赶紧出来商议大事。诸位将军，末将这就去禀告。给我滚出去！告诉外面那些将军，夫人生气了，连饭都不肯吃了。他若是不吃饭，我的天都塌了呀！我也不活了，我还有什么心情处理军务？滚！都给老子滚！任将军，你劝劝参将。对啊，任将军，你毕竟有任国公府的背景。任天仁呢？王明，敢不敢跟我到夫人营帐走一趟？任将军，众将军不是正在张参屌营帐前求情吗？怎么还去向夫人求情？他们确实在求情，不过我估计没什么好结果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。那若是咱们去夫人营帐，不是向夫人求情，而是要做点过分的事情呢？咱们兄弟命悬一线，在这种生死关头，将军你让做什么，属下就做什么，哪怕是……你现在去找些兄弟，要敢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，要绝对信服本将军的。本将军带你们去夫人营帐干一件大事。哪里来的大头兵？想吃将军鞭子不成？敢闯这军中禁地！王明，你带5个人跟我进去，剩下的人留在此处清扫战场，不要留下痕迹。外面在闹什么动静？不知道夫人正在气头上，现在还敢作死？留一下，一会儿还有用。敢想着去报信，老子砍了你！你们是要造反？哼，我等深受赤峰军熏陶，赤胆忠心，怎么会造反？不过是听说夫人生气，特地过来替张参军劝劝夫人罢了。现在不知道夫人气消了没有？张威那个窝囊废，居然是这么来哄我的！张威好大的狗胆！我下嫁给他已是给他脸面，他现在连脸面都不要。这完全就是奔着造反来的！妾身不气了，妾身不生气了。但我看夫人还是一脸怒意，连个笑容都没有，怎么就是不生气了呢？左边。这笑得一丁点都不好看。右边。妾身不敢了，将军莫要打了，妾身一定能笑得更好看。笑得挺好，可惜不够真诚。左边。看到夫人笑得这般灿烂，本将军倒是信了夫人的真心。张参军背景深厚，怎么娶了你一个低贱的商人之女，还各种哄不好？现在不是挺好哄的吗？妾身知错了，一定好好伺候参军，为奴为婢，再也不敢犯这样的错误了。既然如此，现在就请夫人遣一婢女去通知张参军，说你不生气，也知道错了，让张参军来看看夫人改过自新的模样吧。妾身这就去叫张威，你还不快去，等着做什么？老爷，夫人不生气了，
夫人说她知道错了，请老爷过去一趟。夫人真的不生气了？夫人说她知道错了，请老爷过去一趟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夫人，夫君我来了。兵符在哪儿？苏秦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怎么能骗我啊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老子问你，兵符你藏在哪里？苏秦，你说话呀！你为什么骗我？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？我就知道，我虽然得到了你的人，却始终没能得到你的心。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，终究错付了。老子刺了你2刀，问你兵符在哪里，你居然硬生生一个字都不搭理，就问这女人爱不爱你？除了爱，你脑子里剩下的都是江湖吗？你问她兵符在哪里？夫君，你不要抵抗了，还是把兵符交给任将军吧。你居然替一个外人说话，难道我在心里的位置现在连个外人都不如了吗？姐儿，我爱你入骨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？夫君，从嫁给你那一刻起，妾身已是你的人，怎敢有二心？你切勿胡思乱想。我是让你要兵符的，不是让你来和张威这狗东西谈情说爱的。想死是吧？王明，把这个女人带下去，今天就拿她犒赏3军。是，不要，任天，不要动我娘子！我告诉你，兵符在哪里？你早说！兵符在哪儿？有我的亲兵把守着，你一会儿只需要拿着我的腰牌去向我的亲兵讨要，他们便会给你。这么简单？你莫不是在耍我？没有耍你，夫人经常会拿我兵符把玩，每次我都是让人拿我腰牌去取，不给取我还会鞭笞亲兵，一来二去，他们也就不敢不给了。把玩兵符？一个妇道人家想玩你就眼巴巴的拿过来，咱们这800人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。你带着那个婢女一起去取兵符。亲军何在？将军有令，夫人要把玩兵符，让你们取出来交与我。腰牌在此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那是兵符，不是什么胭脂水粉，岂能这么轻易示人？这女人什么都想把玩，是不是？怎么不去把玩传国玉玺？众位兄弟，张餐短靠不住了，要不咱们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。任天，兵符已经给你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放了我和夫人了？本将向你承诺，只要你放了我和夫人，这兵符就任凭你处置，我绝不干涉。糊涂，杀了你，兵符也由我处置。跟着本将去见仲由基将军。是。任天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才来？不过来得正好，张参将靠不住了，兄弟们正自己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呢。平素里你最有主意，你来决定吧。诸位兄弟，你们刚才讨论的结果是什么？哪里有结果？老张说联合其他部队上书，老刘说找个人投靠，老王说向陛下求情。听众兄弟的想法都是想委曲求全，但大家可曾想过这样何时是个头？联合别部施压，不担心事后遭清算；当强盗，不完忧日日被官军剿匪。至于向女帝求情，那相当于把脑袋送到了女帝面前，届时人为刀俎，我等皆为鱼肉，这样的下场，诸位可愿接受？实在不行，咱们投降蛮族好了。我就不信天下之大，就没有咱们的容身之所。任天，你既然这般说了，心里肯定有了主意，你说吧，兄弟们跟着你干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搏一场泼天富贵。这江山，大鱼做了800年了，现在也该换个人了。反正陛下也不让我们活，被坑杀是死，造反也是死，不如搏一把。任将军说的不错，老子这条命必须死在战场上。既然要反，必须有个头。任天，大家都信你，这首领就由你来当。好，既然大家如此信任我，今天我便当了这个首领，带大家打下这偌大江山，同享荣华富贵。末将孙袭拜见大将军，拜见大将军。拜见大将军。诸将，随本将雷动战鼓，号召全军。
各位兄弟，7万赤峰军在山河城外被晋军放火烧死大半，又被追杀斩首，7万大军几乎无一生还，7万个我们的兄弟同胞就这么白白死了。狗娃子，我记得赤峰军的王叔待你很好，可现在他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，你能忍心吗？王叔他死得好惨啊！还有你们，蛮族围杀时是赤峰军奔袭昼夜救的咱们，现在他们被屠，咱们能坐视不理吗？不能，不能！朝廷奸念当道，害死7万忠魂，我等必清君侧，为7万忠魂，也为我们自己证明。张威因罔助军机，拿统兵令牌做闺房之乐，本将已斩下其头颅。如今我为主将，你们可愿意跟随本将？我等誓死追随将军，清君侧，清君侧，清君侧！你和老张各领一队人马，去将张参讲的那些亲兵全部打散，分散到各营。若遭遇抵抗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大将军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是不是先往附近州府劫掠补充军资？北京州府重兵把守，咱们打不过。南下虽容易，但会被朝廷四面合围，死路一条。眼下唯一要做的是寻一处城高墙厚、易守难攻，且军需充足之地，待天下变乱，再伺机出兵。大将军，咱们去攻打重镇巨城，无异于飞蛾投火啊！任将军，此谋略虽好，可咱们只能调动800人啊，3人为重，咱们有800人，足够了。只要操作得当，熊城也必落入咱们之手。大将军，你说吧，咱们打哪里？要不直接打山河城？我们的目标是这儿。云崖城虽非主要通道，驻军只有几千，但那里富户极多，军资充裕，正是一个绝好的去处。这云崖城守将展叔伯可不好惹，他兢兢业业修筑城墙，训练士卒，咱们这800人怎么打？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是有什么重要发现？那个大将军，守将是展叔柏啊。展叔柏怎么了？等等，展叔柏好像是女帝萧明昭的替身之一，而前身也是替身。我要的是天下，谁要什么狗屁爱情？不管是展叔柏还是展书谦，挡在咱们面前，我一定将他拔除。咱们有2处优势：第一，尚无人知晓我们造反，可出其不意；第二，赤峰军被屠的消息足以震撼天下，可利用。王明，抽调100兄弟200匹战马，把萧姑姑的马车和宫中之物以最快速度取来。是。军中可有人能伪造圣旨？夫人苏锦爱好雕刻，张参将曾专门请了个雕刻好手在军中。很好，把那人找出来，再让苏锦供述云崖城的情况，补全情报。本将伪装成钦差去骗开城门，你们趁夜色埋伏，明夺异响，一起冲杀进去，血战、死战。遵遵命。城下何人？云崖城夜不开门，速速退去，否则乱箭射杀！放肆！上宫令萧大人奉陛下密旨办事，特来云崖城休整，还不快叫斩叔柏滚出来迎接！是陛下的近臣萧姑姑，陛下没有忘记我，他特意派人来看我了。将军，夜半教门恐有诈，且赤峰军刚被灭，北疆局势动荡，不如等天亮再查验。瞎了你的狗眼！那是陛下的车驾，陛下的人若是在城外受惊，你9足担待得起吗？萧大人受惊了，末将斩叔柏这就开门迎驾。禁军兄弟辛苦了，萧大人在车内可安好？末将，哼，你不是禁军，你们到底是谁？本将任天，今夜取你云崖城！任天，你敢夺我献给陛下的城池，我要杀了你！任天，云崖城是我要献给陛下的，你这是在抢陛下的东西！一口一个陛下，你真当萧明昭记得你这号人物？你不过是个被发配边疆的替身罢了。大余的城池，
什么时候成了你私相授受的礼物？你懂什么？陛下心里是有我的，他只是暂时还在生我的气。王明，扒了他的盔甲，缴了他的兵器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是陛下的近臣。杀你，脏了我的手。你不是心心念你的陛下吗？我成全你，把他扔出城去，让他滚回京城去找他的陛下哭诉吧。任天，给我开门！给我开门！给我开门啊！我要去找任天讨个公道。云崖城是我要献给陛下的，他不能抢走。本将军记得你，你是督察队的一员，你去通知督察队来开门，随本将军一起去找任天。督察队祸害士卒，以下犯上，聚众闹事，早被任将军给灭了，哪里还有什么督察队？如今我是任将军手下守城将士的一员，你莫要再胡言乱语，否则休怪我剑下无情。钦差大人，城内一共有7000士兵，花名册都在此处，请清点。山河城外的大火，想必你们已经知晓。本钦差也不瞒你们，那是7万赤峰军的葬身之地。大禹精锐没了，值此危机之时，当行严酷之法。其一，封闭城门，截断通讯，云崖城只许进不许出；其二，成立纠察队，日夜巡视，图谋不轨者立斩无赦；其三，所有军械粮草统一调配，任何人领取口粮薪领，必须通过本钦差的手令和粮券。最后，云崖城内所有士兵和将领，薪俸翻倍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了，去颁发本钦差的命令吧。对了，军需官何在？属下在。将军需账册拿来。云崖城的普通士卒月俸才不到500钱，还多用积压的草药抵扣。普通戍边士卒怎么也该有1两银子加补贴，这不是逼人造反吗？差距怎会如此之大？莫非是你等贪墨了？从实招来，否则军法伺候。大人，我等如何敢贪墨？这些缺口都是被展将军调用了。展叔柏调用了。展将军来云崖城后日夜操劳，历时3年，将城墙加高3丈，加厚2丈，墙面铺设防滑砖，城门用焊铁铸造。他强制将士们每日在训练之余多劳作2个时辰，但凡有所怨言，轻则打骂，重则砍头。这些心心念念要向陛下展示的功绩，全部都是从将士们的血肉上抠出来的。他还强迫将士们训练，却不给口粮，补贴更是全部被他挪用啊！我还当他是个将才，结果是个酷吏啊！这展叔柏确实该死。好在本钦差来了，你去准备，所有愿意忠心于本钦差的将士，薪令全部按照赤峰军的标准。属下替云阳城7000将士谢钦差大人的恩情。咱们这800人，同样的薪俸翻倍，各项补助优先供给。至于你们几个，官职本将军就不封了。不过云崖城府库中好东西似乎不少，你们可以尽情挑选，不需要登记。谢大将军。感谢钦差大人啊！我老刘从来没想过能领这么高的薪俸，这跟赤峰军待遇快一样了。要是钦差大人是我们云崖城的首长就好了。嗨，凭什么取消我督察队的职务，还只给发2.5两银子？老子之前月俸是5两银子，这直接少了一半。你是不是想死？不怕虎爷爷这双拳头吗？怎么，你嫌少？小人不敢。这一切都是钦差大人定下的，谁胆敢违抗，我这刀也未尝不利。爹爹拿钱回来喽！虎哥哥，这新龙怎么少了这般多？是你去喝了花酒吗？没有，咱们云崖城新来了一位钦差，督察队撤了，我现在和普通士兵无异，只能领这么多了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虎哥哥，小莲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可日后新路只有这么多，那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我来想办法。虎哥哥，你可是连展将军都夸赞的英雄，为了咱们一家3口，该争取的得争取啊。是啊，展将军在时我是督察队，换了个钦差，我怎么也得拿回之前的待遇。
虎哥哥，小莲不是让你去闹事，小莲只是心疼哥哥。要不你去找之前的兄弟们合计合计，去和钦差大人说说。小莲，你说的对，我王虎何等英雄，这是在故意羞辱我。我这就去找兄弟们，1个月2.5两，怎么养活外事？必须干！新来的钦差凭什么降我们待遇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咱们可是世代居住在云崖城的老人。对，我看这钦差就是想打压咱们展将军，夺云崖城的兵权。他们那800人一来就控制了粮食欣赏，分明是图谋不轨。没错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咱们去找钦差理论。若他说不清楚，咱们就罢工不干了。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承受住咱们这么多人闹事。对，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。请钦差大人给我等一个公道，你是展将军于何难？诸位，若有想法可上诉公堂，任将军如此安排，自有深处。你们莫要自误了前程。我们为自己讨公道，怎么就成闹事了？今天必须给我等一个交代。如果钦差大人不向展将军道歉，不提高我等待遇，我等就不干了。到时候云崖城天翻地覆，钦差大人可莫要后悔。任天出来道歉，任天向展将军道歉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王明，聚众闹事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按大狱律法，为首者斩立决，为从者绞监候。既然这样，就执行吧。笑谁呢？大人饶命！都是我的小妾蛇蝎心肠，是他蛊惑小人争取的。原来还有幕后主使。王明，怂恿者该当何罪？同罪。去，将这位兄弟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外室请过来。大人是否可以宽恕小人一二？那是自然。将军，刀快些，让他少受点苦。余者全部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大人，都是王虎强抢民女，逼小莲就范的，不怪小莲啊！你杀我爹爹，我要快快长大，带兵杀了你，把你碎尸万段！胡说什么？大人，他还是个孩子，童言无忌啊！这小小的云崖城不仅有卧龙，还有凤袍啊！你挑唆作乱当同罪，你儿子挑衅本将，该当斩。不过本将军做人有个原则，那就是从来不杀女人和孩子。将军什么时候转性了？可惜啊，你不是孩子，你的儿子也不是女人。哎，我就知道。来人，斩了！大将军，遵你指示，聚众闹事的主谋全部调到了军营前示众，从者全部被押入了死牢。外面情形如何？众人莫敢不服，服气就好。咱们也算是掌握着境外士卒，以后或攻或守皆有本钱。不过要想彻底让这云崖城众人跟着咱们，却还差一点。大将军，差什么？当然是逼他们反了。本来等朝廷大军来了，他们不反也得反，却没想到收拾将军府时，倒是还有别的收获。那蛮族内部谁是下一代掌权者？当然是蛮族大皇子，他手握重兵，勇猛无比，和咱们厮杀的也皆是大皇子的人。你错了，近些日子入侵我中原的不是大皇子的人，而是蛮族三皇子派来刺杀大皇子势力的人。蛮族三皇子的人？怀庆李家和大皇子关系匪浅，却被蛮人追杀至全家覆灭，蛮族只怕是内乱将起了。苏锦，先看看。什么？女帝居然指使斩书柏和蛮人勾结，蛮人乃我大鱼大敌，女帝怎能如此？你叫什么？先看完了再说。女帝指使斩书柏目诛三皇子，伏击大皇子的人。斩书柏勾结蛮人，却有书信为证。你说云崖城守将勾结蛮人犯下滔天大罪，这7000士卒会不会被牵连？我明白了，
这是要将他们逼上绝路。这些书信已经被苏锦用火烧过，留下的内容正好合适。你派人将其贴到军营各处，务必让7000将士都看清楚，再派人制造恐慌，就说赤峰军7万忠魂未听军命便被屠杀。那云崖城这7000勾结蛮人的将士该有何等下场？属下必定办好。不过女帝扶持的这个三皇子是何等人？怎么能和根深蒂固的大皇子相争？属下也不清楚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早夭的皇子呢。将军，此事妾身知道一些。哦，你知道？妾身听说，这个三皇子是蛮族老皇帝酒后乱性生下的，自小不得宠，一直在各国为质。蛮族的藩邦？那三皇子的生母是哪族的女子？听说是倭人。好家伙，一半蛮人血脉，一半倭人血脉，仇恨之档真是拉满了。将军，妾身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。妾身知将军物资匮乏，难以支撑太久，我有一法可助将军获得大批军资。你知道的倒是不少。妾身是记录文章时偶然看到，绝无他想，求将军宽恕。那你说说，有何办法？云崖城内我苏家乃是最大商贾家族，若将军愿娶我苏家女子为妻，苏家自然会助将军解燃眉之急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靠老丈人发家有什么毛病？只要控制住局面就行。可以，本将军愿娶你们苏家姑娘。将军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你有姐姐或者妹妹吗？妾身有2个妹妹，二妹苏秀孤清清绝，却眼高于顶，非将军良配；三妹苏黎乖巧婉约，最合将军。你们3姐妹是一母同胎吗？并非一母同胎，妾身为长女，二妹苏秀为嫡女，三妹苏黎为外室所生。那就选你二妹吧，此事由你操办，我会派王明协助你。只要最有权势的嫡女，我以后只怕得一直这般乖巧听话了。斩书柏，斩将军他勾结蛮族，斩书柏包天大胆啊！他自己死罪就罢了，这是要连累我等啊！我上有老娘，下有孩童，我若死了，家里可怎么办啊？女帝屠杀赤峰军，蛮族必趁机南下，云崖城首当其冲。跟着本将军吧，我护你们性命。大将军，斩书柏回来了，在城门口，孙祥将军已经带人去抓了。带了多少人马？就他一个人。一个人？如何夺回云崖城？莫非是引诱？城门外藏着伏兵？大白天埋伏个鬼啊！哼，去看看这斩书柏到底打的什么算盘。任天，你今天必须将云崖城还给我，否则我就吊死在这城门口，让陛下知道你是个小人。我做不成小三，你也休想做小四。武力不错，人也勤勉，怎么就是个神经失常的舔狗？行，我同意了。这么说，你同意将云崖城还给我了？我同意把你吊起来。孙杨，在。把他吊到城门上。记住，咱们做事要零差评。动手。是，保证让斩将军满意。任天，你这个小人！诸位都回去吧，你们所请事关重大，让任将军也好生为难。王将军，斩书柏勾结蛮人，连累我等，陛下若动杀念，我等7000人焉有命在？求钦差大人救命啊！我等身后有妻儿老小，若不明不白死了，他们可怎么过呀？诸位，实不相瞒，向陛下求情的折子早已经上了，却一直没有回信。本将军真的已经为你等拼尽全力了，奈何人微言轻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钦差大人，我等真的只有一死吗？罢了罢了，大不了一死而已。不瞒诸位，当今朝堂之上奸佞当道，女帝被蒙蔽了双眼，本将军上书10封全被奸佞拦截，朝中奸佞欲置你等于死地，本将军如何能看得下去？左右都是死，大不了我等一起入京面呈陛下，请陛下清君之策。我等愿追随大人，清君策。短短3天，竟能让7000守军彻底效忠于他，他的手段和潜力太可怕了。王将军，请再随妾身去一趟苏府，无论如何，我必让二妹嫁给大将军，就是绑，我也要将她绑到将军的床上。我们苏家绝不敢违背大将军的旨意。报！大将军，云崖城外10里处
有一支朝廷禁军正火速而来，人数约2万，剑制齐全，兵锋强盛。走，去看看。将军夫人，召集士卒，进入警戒状态。报，禁军已在8里之外。报，禁军已在7里之外。报，禁军已到了6里之外。报，禁军已到了5里之外。禁军速度好快，这是要打闪电战。不死进城的禁军，想必屠杀7万赤峰军的就是他们，2万人只怕不够。将军，他们就带这么点人，怕是来谈判的。那就谈谈，反正咱们不急。城上的人听着，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拦我家小公爷？还不速速打开城门！啥玩意儿？开城门？面对咱们这群造反的，他让咱们开门放他进来，这莫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？离此地足足5里，就算大开城门，禁军也绝对不可能短时间冲杀过来。开城门，放他们进来！我倒要看看这位朝廷派来的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要如何跟本将谈判。人呢？大将军，他们进了城门后就跑了，听说好像是要去买什么礼物送给什么人来着。带着2万禁军气势汹汹的来，不打仗不谈判，跑去买东西，什么东西比夺回城池还重要？报，那些人去东市了。将军，那些人又去西市了。将军，那些人去琳琅街了，下了马姿态极其鲜血。琳琅街，那是云崖城最高端的购物街。两军交战之际，他们居然真的在逛街。将军，据他们所说，领头的那人好像是陆小公爷。姓陆，辅国公的儿子，又是一个没脑子的。继续监视，只要没闹出乱子，先别动他们。本将倒要看看这群恋爱脑还能做什么妖。小公爷，咱们还是快点吧，禁军回拔若耽搁了，只怕会遭朝臣弹劾的呀。弹劾本侯爷？哼，谁敢不识抬举？就算没人弹劾，可那苏家二小姐已经明确拒绝您了。您乃国公之子，何必在一个商户之女身上下功夫？你不懂，这不过是苏秀的欲擒故纵罢了。这种戏码本侯爷见多了，但是苏秀是本侯爷唯一一个想陪他玩到底的。这位爷，本店的文房四宝是北疆最好的，绝对不输京都的贡品，您挑几个。这个，还有那个，对，还有最下面那个。爷真是好眼力，这些可都是镇店之宝。这些都不要，除了这些之外，剩下的全部包起来，爷全要了。走，下一家。爷，您若是送女子之物，倒不如送些贴身衣物，既显细心又显关怀。这个主意不错，是当赏。谢谢爷。就在这条胡同里有家锦月阁，不仅达官贵人喜欢，就连云崖城苏家的娘子们也很是喜爱呢。苏家娘子喜欢，那不就是苏秀喜欢吗？在哪儿？带路。这地方不属京都的隐蔽场所。客官，可是要选些送礼之物？可有好东西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客官里边请。客官若与那女子不甚熟悉，可选这收纳盒，还有这真丝便携锦带。只顾着介绍这些香包做什么？你摆在台面上这些东西，我全要了。全要了。客官好眼力，我这儿还有最珍贵的珍品桑蚕丝内衣，北海珍珠粉清洁皂。只有这些才配得上苏妹妹的身份，全要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好，客官稍待，我这就让伙计装起来算账。这东西怎么如此普通？客官，这是锦月巾，外层云锦，内层太湖棉，防漏层还贴着上等油纸。如此素养，算得上什么不凡？给我将这些东西全部镶了钻。给月氏金镶钻，那是用来垫下边的，你想硌死谁啊？客官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东西吧，它不好镶钻的。旁人自然不好，可我给苏妹妹买东西怎么能不好？我给苏妹妹的东西必须是最好的。去，把这锦月巾上全部给我镶上了钻。好的，客官，您要什么，我们就给您做什么。请客官稍等片刻，镶钻需要点时间。
是个要命的活儿啊！还从未有女子敢在本侯爷面前这般放肆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敢拒绝本侯爷到什么时候？不愧是能被本侯爷看上的女人。你来做什么？都说了我对你没兴趣，你可以滚了。很好，女人，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本侯爷的注意，这些都是最好的，送给苏妹妹，尤其是这个锦月金，本侯爷专门等了2个小时，让人为你镶上了钻。真的是月世间，还镶了钻，这得怎么用啊？罢了罢了，看在你对我一片赤诚的份上，我就不计较了。来人，收下。哈哈，女人呐，脸上写着不要，心里边已经对本侯爷欲罢不能了吧？你不是好好待在京城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北疆？本侯爷此行乃是为了陛下的婚姻大事而来。陛下何时有了婚事？此事说来话长。蛮族3皇子在我大禹为质子时与陛下见过一面，2人一见钟情，私下情定3生。如今陛下便与蛮族3皇子结成连理，可这遭到了赤峰军主帅林毅的反对。林毅联合重臣，屡屡抵抗陛下追求真爱，陛下实在无法，为了爱情，只能派我等同量20万禁军前来，斩杀7万赤峰军于山河城下。如今事情已了，大军回返，本侯爷便有了时间来看苏妹妹。女人的婚事相当于第2次投胎，那林毅居然不把一个女人的幸福当回事，确实该杀。7万赤峰军附和林毅之意，阻挡女帝追求真爱，死了也活该。有没有把那些罪人的家眷尽数斩尽？这些臭男人成天站在我们女人头上，好不容易出来一位女性圣君，必须给他们厉害尝尝。只可惜本侯爷不是禁军统帅，不然定叫那赤峰军片甲不留，其家眷一个也跑不掉。什么？女帝屠杀7万赤峰军的原因是林毅不同意他和蛮族3皇子成婚？女帝疯了吧？蛮人和大禹世代为敌，他怎么能和蛮人成婚？7万忠魂啊！就因为一桩婚事埋骨山河城下，女帝对得起死去的边军将士吗？3皇子身上还有倭人血脉，蛮人的狼子野心加上倭人的阴险狡挂，女帝这不仅是恋爱脑，而是这是要以大禹800年的江山为片啊！暴风雨要来了，必须更快发展势力。继续监视陆郡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是。小公爷，时辰不早了，请回吧。京城女人趋之若鹜，像苏秀这样高冷的，才符合本侯爷的心意。大姐，许久不见，你怎么如此素雅？小公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见一见苏妹妹。小公爷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秀儿要嫁给我家将军了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嫁。我苏秀这辈子只会嫁给爱情。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想让我嫁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以任将军的手段，二妹若执意不嫁，到时候指不定会闹出什么大乱子呢。胆大包天，还有人胆敢强迫本侯爷的女人。看来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管家，给你1盏茶的时间，我要这个守将的全部资料。你当这是京城辅国公府的地盘呢？1盏茶时间，我连这条街都跑不出去啊！小公爷，这云崖城的守将是展书柏。原来是那个展书柏，就他那卑微龌龊的样子，也敢和本侯爷抢女人。云崖城的守将已不是展书柏了，是我家将军任天。任天是谁？管家，1盏茶的时间，我要这个人的全部资料。怎么又来呀？任国公府的弃子。哈哈哈哈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任国公府那被抛弃的弃子，安敢直视苏妹妹？去，让任天过来见我。就。你怎么了？脸怎么红了？谁打的你？小公爷，属下连门都没进去，就被禁军绑了，还被他下令给了10个巴掌。任天，敢忤逆本侯爷，逆天尚有例外，逆吾绝无生机。奇花，这是发起进攻的信号。报，大将军，驻守在城外的2万禁军对我云崖城发起了进攻。
信号在城内，是何人放的信号？大将军，是小公爷陆俊拉开的奇花，他还说逆天尚有例外，逆他绝无生机。陆俊，他人还在咱们城内啊，一个人在我们敌营的城中心，让外面的大军攻城，这不纯纯找死吗？女频真是什么人都能出现，这霸道总裁的风也刮了过来吗？走，随本将去见一见那小公爷。本侯爷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还真当你自己是根葱，自己过来磕头认错。都给我绑了！任天，本侯爷乃辅国公府嫡子，你安敢对我不敬？很好，任天，你成功激怒了本侯爷，本侯爷一定会让你用这云崖城满城人的性命来偿还。敢对我家侯爷不敬，等我大军杀进城，定叫你尸骨无存！都成案板上的肉了，还敢这么嚣张？就算是2万禁军攻进来，老子肯定先砍掉你呀！王明，他们看起来不太服气，给老子打到服袭为止。大将军，禁军已经到城墙下边了，看样子要攻城了。他们并不知道我们造反，就因为小公爷一个不爽，就敢悍然攻打大于公自己的城池。你们是将自己当成蓝玉了！2万禁军攻城，先按大将军令进行调派。城防营在，2000人速上城墙。是。预备营抽调1000人配合，余者警戒。是。辎重营准备军械。是。其余各部随我上城。陛下就是不肯放过我们，明明是斩叔白勾结蛮人，却要将我们斩尽杀绝。幸好任将军愿意护着我等，今天老子就是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啊！木头呢？他们在干什么？哦，他们在搭桥。兄弟，你蹄子短了。大将军，这些禁军不过如此，这儿交给属下吧。刀剑无眼，您回将军府指挥就行。本将军没事，本将军和兄弟们在一起。赢了！大将军威武，我们活下来了！大将军，又有一支禁军，人数在5万之中，已急速向我云崖城奔来。5万加上这2万，一共7万禁军，我们只有7000人啊！就因为小公爷的霸总言行，我们7000人就得成为他的陪葬品。这女凭世界简直不给正常人活路！诸位，都看清楚朝廷的嘴脸了吧？我们云崖城尚属朝廷序列，7万禁军就敢悍然围攻，朝廷根本不把你我的命当回事。这样的朝廷还值得效忠吗？不值得，不值得！众将士可愿意和本将军死战不退？死战不退，死战不退！把这些嚣张的禁军往死里打！孙杨，调集内营所有将士，全部上城！放！本将军南征北战这么久，还没见过有谁负隅顽抗这么久的。小子，你是第一个，很好，你成功激怒了本将军。现在你滚下来自负出城，并将我侄儿恭恭敬敬送出来，本将军或可考虑给你留具全尸。这霸总的基因也会遗传是吧？
怎么这老东西说话跟那小公爷一副腔调？废什么话！有种你打进来，全军反击！去把王明叫来，让他把那个小公爷陆俊也给我带来。末将王明拜见将军，把他带上来。是。这猪头是谁？不敢了，我不敢装了。下次我不让你们大将军跑步过来了，让他走过来就行了。大将军，他这个嘴硬的毛病实在是改不过来。这也是个人才。那人是谁？二叔，救我呀！大胆，敢动我侄儿，立即滚下来自扇耳光！本将军考虑给你留个全尸。给我接着扇！王明，是，放肆！太放肆了！他真的想死。罢了罢了，本将军不和他一般见识。鸣金收兵。胜了，我们胜了，我们打赢了禁军，7000人打赢了7万人。把他给我带回将军府，本将军还得好好审问他。将军，这个任天看起来是反了呀。这云崖城又城高墙厚，咱们一时半会儿根本拿不下，要不另想他法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是要放弃我侄儿吗？可他是大哥和如月的儿子，如月的儿子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将他救回来。这任天明明是个弃子，怎么突然这般狠辣？7万禁军被耗在这里，风雨飘摇之极，这可怎么收场啊？报将军，京城急信！放肆！本将军坐镇京都，居然有人敢不给本将军面子！将军出什么事了吗？赤峰军余孽跑到了南方，打着帝婚杀忠、起兵敬丹的口号，号召了20万大军直奔京城而去。20万大军，这是要倾覆社稷啊！将军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咱们绝不能在云崖城下耽搁了，必须速速回京平叛呐！罢了，这次就给这云崖城一线生机。你现在去城下喊话，说本将军不追究他了，让他将我侄儿放出来便罢。大哥，白天刚打的尸山血海，你现在一句我不追究你了，就想让人家放人，这不纯纯找不自在吗？怎么还不去？将军，属下怕没效果啊，只怕得给那守将足够的诚意当做赎金，才能换回小公爷来。什么？他居然敢要赎金？将军，一切以小公爷为重啊，他可是如月小姐的儿子。罢了罢了，为了如月，本将军就献上诚意。你去把他叫出来，我亲自问他要什么条件。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面对禁军的恐惧，导致我一股脑把7000人全压上城墙，没有轮换，没有预备队，这是兵家大忌，以后绝不能再犯。大将军，禁军又来讨要小公爷陆俊了。城下之人语气蛮客气的，说一切可以商量，还让咱们开出条件。哦，这是打服了，开始谈判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城上的守将听着，把我侄儿交出来，条件你认开，我陆庆绝不还价。哟，打不过来熟人了，还绝不还价？真开了条件你能接受？想让本将军放陆俊，容易，把你们7万禁军的盔甲、兵器等一应装备全部留下就行。可以。7万套装备，这货居然一口答应了，要少了。本将军说的是包含马匹在内，可以。将军不可！禁军没了装备就等于老虎没了牙，咱们还要去南方平定20万大军的叛乱，穿着布衣拿木棍去，这不是送人头吗？哼，在本将军手中，即便是穿着布衣的禁军，也能把叛军打得哭爹叫娘。本将心意已决，无需再劝。你要的东西，本将军全给你。现在放了我侄儿，不见装备不放人，放肆！我辅国公府1言9鼎，你敢猜疑本将军失信？传令3军立即脱了装备，给云崖城送过去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大冷天的搞什么鬼？要是现在冲杀出去，绝对是一场史诗级大胜。算了，等大禹自顾不暇，天下大乱，我再趁乱而起。先去审审那个小公爷。敢拿水泼我，很好，你成功激起了本侯爷的兴趣。我错了，再也不敢抢女人了，求大人别打了。我问你答，若有半句虚言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除了7万赤峰军，北疆剩下的那些士卒，女帝怎么处理的？根据陛下旨意，和赤峰军交情深的，统统绞杀。女帝真狠啊！幸亏大将军国造反拿下云崖城，不然咱们现在也是刀下亡魂了。那些交情不深的，陛下宽宏大德，没追究他们，只是下旨让他们就地解散，解甲归田了。北疆除了赤峰军，
剩下少说还有10万大军，全部解甲归田，一到圣旨就全打发了。女频解散大军的方式，真是直接又离谱啊！20万大军，杀的杀，散的散，那这北疆防线谁来把守？陛下已和蛮族三皇子定下婚约，以后蛮人和虞人就是一家人了呀。陛下还将山河城送给了三皇子当做嫁妆，以后山河城就是蛮族的，自然无需防守。陛下还说，从此以后，天下再无蛮人与虞人之分，天下大同，天下大同。这女帝脑子里到底是什么？怎么能将山河城送给蛮族？赤峰军被屠，山河城被送，蛮族得了此城，必定大举南下。到时候看这女帝到哪儿哭去！山河城一丢，北疆空虚，蛮族必席卷中原，大禹盛世顷刻即毁。但这对我来说却是好事，只有乱世，我才有机会崛起。等等，那山河城里还有……你二叔打算出重金赎你，本将答应了。不过，大人请说，为了我二叔什么都肯做。本将军还有个条件，放肆！居然敢和本将军讨价还价！本将军说给你7万套装备就给你，其余的哪怕多要一支羽箭、一柄匕首都休想。二叔，你答应他呀！我死了，你怎么和我娘交代？你难道真的要对不起我娘？哟，二叔，你娘有大瓜。罢了罢了，最后一个条件，但若敢过分，休怪本将军不客气。要求很简单，令禁军让开条路，写下一道手令，本将军要派人去山河城接几个兄弟朋友。就这。大将军，我等愿死守会将军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！俺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老母了。大将军，以后俺就是你最忠诚的兵。本将军曾经答应过你等的，自然要做到。孙祥，末将在，此事末将定然不辱使命。我起兵造反，夜夜担忧家中老母至死被女帝屠戮。大将军给了我救回家人的机会，我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。好，不过此一行你尚需谨记几句话：要迅速利索，要杀伐果断，而且不要起无谓的争执。将800军家属带回是你最大的任务。是，属下记住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山河城已经被女帝送给蛮族当嫁妆了，蛮族人很快就入城了，大家跟我们走吧。赤峰军都没了，这等死吗？赶紧走！大家伙别信这些人的话，蛮族进城是因为陛下要和三皇子成婚了，以后蛮人就和咱们是一家人了，跑什么？反正我不走。数百年的仇恨能在一场大婚下消弭，这群人怎么这么天真？要迅速利索，要杀伐果断，不要起无谓的争执。行，不愿意走的留下，愿意跟着我的，半炷香后立即启程。若有耽误，我大军丝毫不等。快，保持安静，不要惊动他们。孙将军，有100多蛮人追上来了。100多个蛮人也敢追着咱们上万人跑，给我分出500将士挡住他们。杀了这些两脚羊，为三皇子大国庆！敢从咱们的地盘跑，该杀！杀！不好，有埋伏，快逃！若换做以前的赤峰军，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子民，但现在一旦被蛮人大部队咬住，所有人都要死。所有人加速前进，被冲散找不到的就先别管了。快走！孙统领，孙统领！不能走，等一等。等什么？蛮人大军马上就到了，我的意中人被冲散了，还没有找到他呢。你们谁都不许走，都要等他。放弃大禹子民，这违背了赤峰军的军规。队伍不能停，蛮族随时会追上来，我会留下100人沿路搜寻。现在咱们必须先走。不行，这样我的心上人他会有危险的。你们必须留下来等他。可这1万多人都等着吗？都等着。好怀念在大将军身边当透明人的日子啊！如果现在是大将军在场，他会怎么做？如果他不来，我就不会走。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情。那你就留下等他吧。
来人，把他留下来，让他等他的心上人。所有人，快速往云令城方向走！你怎么能扔下他呢？你不记得他了？他可是你姨奶奶的大姑的二儿子家的小叔的孩子的同学的朋友啊！沾亲带故的，你怎么能丢下他？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快让队伍停下来！既然你怜惜那个后生，那你也留下吧，扔下。你怎么能骑马，却让我们走路呢？你没看到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吗？快下来让我骑马！你下来走路！我悟了，原来这才是大将军想要的样子。你们护送百姓继续赶路，所有将士听令，行经途中，凡有不遵纪律、故意拖延者，胆敢阻拦大部队论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以前跟着赤峰军护送百姓提心吊胆，最后被蛮人追上，牺牲无数兄弟才能换回他们。现在才发现杀2个刺头不就结了？哪里有那么难？再快点，等到了云崖城，咱们就彻底安全了。给我追！这些鱼狗跑得倒快，不能耽搁了。三皇子快到了，先放过这些两脚羊，撤！砸了！这浸染了无数大禹鲜血的城墙，如今我若愿意，能把每一块砖都碾成灰。两国永结友邦之好，热烈庆祝蛮人来我山河城。幸好我心智坚定，没受蛊惑，这才能亲自迎接蛮族入城，以后好日子就来了。大人，您和我们陛下大婚，我们期待已久啊！聒噪！把这些聒噪的鱼狗统统杀了！不是说和亲了吗？不是送嫁妆了吗？为什么动刀？住手吧，不要鲁莽。本王子已和大禹女帝缔结婚约，以后两国就是一家人。大白天不可对渔人动手。是。走吧，去镇北将军府看一看。镇北大将军府，战时统领20万大军，平时统领7万赤峰军，如今7万赤峰军死绝，真是清廉。都说林一爱民孺子是一代名将，只可惜没能和他正大光明交手。几百年来，蛮人在山河城下死伤100万，血债岂能不用血来偿？大哥，一直想知道这壶椅什么感觉。也没什么嘛，比本皇子的金战差远了。坐上去不算什么，能坐得稳才叫本事。大哥，你很快就得起来。大王到！痛快！挡了我们数百年的山河城，头疼不已的将军府，都是我们的了。以后大禹的天下也是我们的了。这次老三当属头功，老大居中调派亦有功。眼下时机千载难逢，需一鼓作气拿下大禹。你们有何良策？父王，直接请草原全部骑兵直奔京都。北疆如今形同虚设，无人能挡。到时候将那女帝萧明昭俘虏回我蛮族，大禹天下还不是任咱们拿捏？对，那女帝还妄想洗劫联尹，正好绑来草原。只要女帝在手，数百年的仇就报了。愚人投鼠忌器，只能任由咱们捏扁搓圆。这个有着倭人血脉的儿子向来低调，没想到竟能让大禹女帝昏头转向，送上如此大礼，此子不可小觑。老三，你觉得呢？父皇，我也觉得大哥的主意很好，南下擒获萧明昭是一步妙题。老大，老三对你的提议很赞同的，看来这确实是该咱们做的。哼，最多10天，女帝萧明昭就能被咱们握在手里。那萧明昭虽然脑子有病，但听说有倾城容貌，本王子倒是很想品尝品尝她的滋味。南下擒获萧明昭自然是一个绝妙的主意，不过却还是有些许麻烦。大禹立国800年，京都驻扎的20万禁军战斗力不弱，我等10万人南下，
北境虽平原，可到了京城下呢，必然要死磕20万禁军。到时候，就算我等能胜，也必然是惨胜。20万禁军怕什么？当面打爆他们！大哥言之有理，可我怕短时间打不败，大于全国秦王之军尽起。咱们去时容易，回来时难。打仗哪有不冒险的？父王，请允我带兵，保证10日内秦华女帝送给父王赏玩。拿下北疆高地雄关，进可入京城，退可回草原，立于不败之地。等天下大乱，这大鱼还逃得脱咱们的手掌心？打通北疆入口有2个，一个是山河城，已在我等手中；其次便是云崖城。父王，云崖城交给我，不出3日，我定克其城，杀其主，将云崖城收入囊中。大哥，倒是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已经向萧明昭写信了，他能将山河城当嫁妆送我，一个对他们而言无足轻重的云崖城而已，相信很快就会送到咱们手上了。大将军，属下此行已将800军家属全部带回。属下返回时曾回望山河城，夜色下沙喊声、啼哭声震天动地，更有连绵不绝的大火。只怕蛮人在屠城。蛮族人想南下，那目标岂不是京都？女帝只怕还未反应过来，就得沦为蛮族的阶下囚。这是好事啊！若他们能顺利掳走女帝，到时候天下无主，咱们趁势而起，推翻大禹的阻力，让蛮族去干。咱们跟在后面，不仅能捡天大的便宜，还能成为王者之师，妙啊！大将军，可若是蛮族不南下，反而来侵吞我大禹北境呢？云崖城乃北境咽喉，我这里固若金汤，绝不是他们能染指的。只要咱们死守云崖，蛮族怕后方生变，不南下也得给我南下。属下明白了，大将军深谋远虑。好了，你下去休息吧。是。机会是好机会，可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钱粮。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纵兵劫掠。云崖城民间富得流油，不行，那样无异于自毁根基。所以还是得从他家下手，富可敌国。只要得到虚家的全力支持，钱粮短时间内就不叫个问题。来人，把苏锦叫来。大将军深夜突然召见，到底是福是祸？起来吧，本将军的婚事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大将军，妾身的二妹苏秀已答应与大将军的婚事，只是我二妹对大将军要娶她为正妻一事。哼，什么正妻？本将军只说娶她，可没说娶她当正妻。不是正妻，大将军从未婚配，第一次娶亲竟是纳妾，这二妹心高气傲，怎么可能肯？我们苏家也不能答应啊。妻就是妻，在本将军这儿从来没有正妻发妻之分，懂了吗？大将军的意思，妾身懂了。只是二妹性子孤高，这几日不太开心，所以大概率会向将军多要些彩礼，充充门面。无妨，多给他些就是了。拿这点破东西换你们苏家富可敌国的全力支持，呵呵，这样的买卖做多少次，老子同意多少次。那妾身就带二妹谢过大将军了。好，去准备吧。3日后，本将军迎娶你二妹苏秀。是大将军。这是二小姐苏秀的马车，婚期在即，她怎么亲自来了？你来做什么？你一个小婢女，怎敢坐你家主人的马车？哼，我奉小姐之命前来，为什么不能做？你一个小小的副将，管得倒宽，赶紧把你们大将军叫出来，我替我家小姐和他说几句话。哼，胡闹！大将军军务繁忙，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有事赶紧说，没事赶紧回。好大的架子！我代表的可是我家小姐，你家大将军当真是不识好歹，还敢让我等着？晋升，莫要叫喊，惊动了大将军，你这颗脑袋就别想要了。赶紧走，别打扰大将军处理公务。好，你家将军好自为之。我家小姐说了，你们送的那些破烂玩意儿她不稀罕，要娶她得按她的规矩来。听好了，必须6金全备，最重要的是，你家大将军必须写下收拾婚后小姐命，若小姐不开心，听抽3次便可和离。和离时，大将军的家财兵马得分我家小姐一半。啊，要上品嫁妆，还要分兵权，一个小小商户之女，怎么敢的？王将军，稍待片刻。我早有命令，大将军的婚事由我全权处理，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？是小姐让我来的，立个规矩。把东西原封不动装回去，但凡破了一点，我要你的命。回去找管家，降为下等女使，以后不许再伺候二小姐，滚！王将军见笑了，
这等小事还请将军通融，就别去打扰大将军了。苏二爷，大将军若不问，我不说；但若大将军问起，我必一五一十回禀。请吧，大将军有请。二叔怎么深夜前来了？刚才门外有什么声响，可惊扰了二叔？是我那二侄女不太懂事。大将军，这是秀儿的嫁妆。我的天，这么多钱，外面的闹剧算什么？在这泼天的富贵面前，苏秀那点小脾气，不过是商人的讨价还价罢了。哈哈哈哈！二叔辛苦了，这嫁妆本将军照单全收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门外区些许吵闹，理他作贺。谢大将军。秀儿自小娇生惯养，脾气急躁，若嫁入府中有些许冲撞，还望大将军海涵。无妨，只要苏秀小姐不过分，本将军不会计较的。接下来只等吉日迎娶了。放肆！你忘了本老爷对你说什么了吗？二叔，小桃是我的婢女，你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处置呢？你，唉，秀儿，叔父知道让你嫁给大将军，你不太乐意，但叔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但凡我家有个女儿，肯定就不会让你去了。我知道，苏家在北疆数百年辉煌，在此存亡之际，全系于你一身，你切不可胡闹。况且大将军年轻英俊，日后必有作为。最关键的是很有人情味。800军的家属，大将军时时刻刻记在心里。我知道，大姐已经对我说过了，只要不过分，任天人还不错。咱们现在早早投靠大将军，你又与他联姻，等大将军未来事成，以他的品行，定不会不念旧情，多半会封你为皇后。秀儿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区皇后，哪有我的爱情重要啊？小桃，小桃，小桃呢？死哪儿去了？二小姐，小桃被老爷关起来了，把她放出来。算了，我亲自去。小桃，我记得你头上一直戴着一根金钗，钗子呢？小姐，钗子被我拿去补贴家里了，你曾经问过我的。胡说！明明是你去帮我给任天送还彩礼时，被他偷走了。啊，女奴并未见到大将军啊，明明见了，非说没见，你是找死吗？二小姐，奴婢见了，奴婢的金钗就是被大将军给偷走了。什么狗屁大将军，连我婢女的金钗都贪没，简直是人品败坏。如此之人，做我夫君后，我再不好好调教，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？你拿我的名帖去邀请任天，说我请他小婿，让他务必来。但是记住，刚才我对你说的话，一句都不能多说。二小姐，现在去吗？现在就去。小姐，老爷关上了大门，不允许我再出去。那你就明天再去。若还是有人阻拦，你就对那人说是去请大将军小婿的。他们就算阻拦你，消息也必会送到。是。我是奉二小姐之命去邀请大将军过府一叙的。这，快去禀报老爷，请大将军过府一叙。莫非是我侄女想开了？老爷，二小姐还说想和大将军彻夜长谈，一解之前的误会呢。今儿一早就安排了伙房，让准备大将军爱吃的酒菜呢。成了，成了呀！哈哈，我侄女终于开窍了，祖宗保佑啊！王明，在，随本将军一起到苏府一趟。是。大将军，我家小姐已等候你多时了，请大将军进府一叙。大将军光临寒舍，苏幼不胜荣幸。餐食已准备好了，请入座一叙吧。这女人正常起来，还是很迷人的。好，好，好，秀儿终于长大了，终于懂事了。老爷，这时候你不得去看看吗？我去做什么？正是大将军和秀儿加深感情的时候。我去了，岂不是打搅了他们？等他们聊完了，我再去就是了。小姐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偷了我的金钗！胡说八道！谁偷你的破金钗？大将军根本就没有见过你，休要诬赖大将军！是你们大将军偷的，就是他偷的，还不承认吗？小姐，你要为奴婢做主啊！奴婢是什么样的心性，你最了解。小桃若不是亲眼见证，又怎么敢污蔑你未来的夫君？就是这个任天，见我金钗贵重就心生不轨，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！任天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你堂堂一个大将军，竟然如此品行不端。小桃的金钗不过也就能换几两碎银罢了，
你连这些许钱财都图谋，可见你品行是何等差劲。你如此这般，我嫁与你后，又怎能放心让你掌管家中大事？鉴于你这样的表现，在成婚之前，我必须跟你定好规矩。什么意思？王明，属下在。本将军的亲兵何在？将军亲兵何在？任天，你要做什么？把这2人豁出去，砍了！不要杀我！我错了，大将军没有偷我的金钗，是二小姐让我陷害你的，都是二小姐。住手！怎敢在我苏府随意开杀戒？你真当老身提不动刀了？大将军，这是苏家的祖母，名义上的掌权人，苏老太太。老身姓秦，你可以尊称老身为秦老夫人。老身不冠夫姓。老身嫁入苏府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，不过是区区天下动荡而已。只有老身还在，又有何惧？都是那不孝子苏红被猪油蒙了心，老身还没死呢，岂容别人在我苏府放肆？今天你休想离开我苏府！来人呐，将他给我拿下，私刑伺候！这老太太是不是瞎了？看不见我这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杀神吗？你不能杀我！我苏家乃云崖城商户之首，你杀了我，苏家必不会容你，云崖城商户也必不容你。将这老东西吊在城墙上，同时让云崖城所有商户过来观看，看不到1个时辰，不准离开。是。那这个苏秀呢？一起吊起来，让云崖城的商户看清楚。是，大将军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将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抓了我娘亲和侄女啊？我们苏府愿意倾尽全力求助大将军，求大将军高抬贵手啊！怎么，苏红，你也要向本将军讨个公道？大将军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哼，可这个大将军本来应该是我们苏府的乘龙快婿啊！刚才明明还好好的，大将军还笑呵呵的来参加侄女的宴请，怎么眨眼之间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那么大动静？大将军怎么突然间有如此之大的怒火？老爷，是二小姐的婢女小桃说大将军偷窃了她的金钗。什么？你听清楚了没有？真是这样诬陷大将军的？是，小桃说时小，县人就在旁边奉茶，听得清清楚楚。大将军偷运了他的金钗。拿你一个丫鬟的金钗算怎么回事？他缺那个金钗吗？秀儿，是苏秀的主意。疯了！我辛苦经营苏府，将他金枝玉叶的僵晃着，不受风吹日晒之苦，可他怎么就非要置我苏府于死地呀？那我娘亲怎么？只怕是听到了苏秀出事，出来为苏秀撑腰，得罪了大将军。秦老夫人说大将军放肆，然后要让人对大将军动私刑，还让人绑了大将军。大将军一怒之下就……不该啊！这些年实在不该太纵容家人了，养得一个个看不清现实，嚣张跋扈，连苏府要没落了，彻底没落了。大将军没有当众对竹无伯和姐姐处刑，证明没有想着立即杀他们。若这段时间我苏家想些办法，是不是还有机会？对呀，大将军并没有立刻杀他们，那么在这段时间内，我的确可以操作一番啊。苏黎自小就乖巧懂事，苏秀却顶着个嫡女身份眼高于顶，早知道这样，无论如何也让苏黎嫁给大将军了。二叔，要不还是先去打探我二姐和祖母的消息吧，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对，来人，赶紧派个人去查查。记住，别吝啬银子，只要能搞清楚娘和秀儿的消息，使多少银子都不打紧。是，老爷，老奴这就去办。老爷，老太太和二小姐的消息打探到了，他们俩现在挂在城门口呢。不少士兵正挨家挨户的通知，让云崖城内所有的商户前去参观，不去就砍头，还说必须看够1个时辰才行。杀鸡儆猴，而我们苏府就是那个鸡。我娘亲怎么样了？老爷，我刚去城门口的时候，老太太虽被吊在城门口，但还在不断的折腾。不过我回来时，已经不折腾了。秀儿呢？二小姐正相反，我刚去的时候，她耷拉着脑袋昏迷不醒；我回来的时候，她开始折腾了。走，去看一眼。
二叔，快救救二姐姐吧！二姐姐快撑不住了。我拿什么救？咱们苏府的那些仆役吗？把他们加起来，你看能打得过将军手下任何一个将士吗？他自作自受，他活该。二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要不咱们去找叶凡哥哥帮忙？叶凡，他是谁？二叔莫非忘了，他曾经和你定下了3年之约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在世界上远远看了秀儿一眼就敢上门提亲的落魄小子。那叶凡现在是做什么的？二叔，梨儿不知道。从当年一别，梨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没有见过他，你就这般信任他？主要是二姐姐经常对我说叶凡公子天生不凡，假以时日并非凡人，还说哪怕他将天给捅个窟窿，叶凡哥哥也能给他补上。二姐姐如此笃定自信，想来那叶凡哥哥定然是不凡。就你二姐那个脑子，但凡是正常一点，他至于现在被挂在城门楼吗？你还信他？你是怕咱们苏家垮他的速度不够快是吧？二叔，要不我替二姐姐去嫁给大将军？你是二叔，我嫁给大将军。梨儿知道身份卑微，本不敢攀高枝，但眼下为了救二姐姐，为了救苏家，梨儿想试一试。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去说。该如何操办，才能让大将军任天不介意我们苏府之前的胡作非为？等等，苏秀的事情，现在要送上苏黎，可别再有点毛病啊！那我们苏府可就真的彻底完蛋了。来人，赶紧把三小姐叫来。灵儿，二叔问你，这一次让你嫁给大将军，你可是真心的？二叔，灵儿是真心诚意要嫁给大将军的。若大将军不嫌弃，灵儿嫁过去后定然日夜照拂大将军，定不让他为后房之事忧虑。若你嫁过去，你打算向大将军要什么样的聘礼？大将军乃天之骄子，娶妻当求门当户对。咱们苏家虽然在北疆不凡，但毕竟只是商贾之家，梨儿只是也是庶出，安敢奢求聘礼？只要大将军肯令一顶轿子，将梨儿带回大将军府，梨儿便已心满意足了。那若成婚之后，大将军惹你不开心了，你该当如何？大将军从来不会惹梨儿生气，只有梨儿不察，会惹大将军不开心。若梨儿当真如此不小心惹了大将军，必负荆请罪，求大将军宽恕，然后也会更加约束自己，万不可让大将军在梨儿身上丝毫分心。若是你和大将军和离呢？到时候你想要大将军什么东西？二叔，灵儿既然已嫁于大将军，无论是妻是妾，都是大将军的人，安敢和离？很好，很好，不愧是我们苏府最听话懂事的女儿。你且在府中歇息，其余之事二叔定与你办好。何人安敢闯将军府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乃苏府苏弘，特来求见大将军，烦请通报。大将军诸事繁忙，哪里有功夫见你？速速退开！军爷，小人知道大将军公事繁忙，所以能否帮忙通报？小人想求见王明副将。王明将军，是我。你是谁？本将不认识。小人想找大将军商量一些苏府钱财之事。是捐钱啊！云崖城商户们都已在城门楼下捐钱，你若有意向，只管去排队便是。本将军可没有职权给你开这个后门。军爷，我锦月阁出5万两，我李家出8万两，现银就在外面车上。怎么都这么主动？苏老板，你不知道，大将军对咱们这些愿意主动交钱的商户都给了一份契约，说是借咱们的钱。蛮族已在山河城、云崖城中，救咱们的只有大将军。大将军实力这么强，却只是借咱们的钱，还给咱们契约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就愿意效忠大将军。好高明的手段，一张纸就买断了全城富商的人心和忠诚。你要借钱给将军府吗？你可要先清楚了。我们大将军可不鼓励云崖城商户借钱给我们，但若你真要硬借给我们，我们也不好不接受。不过会写下契约，一式3份。等日后，大将军自然会给出相应补偿。云崖城商户几百家，如果他们都借钱表了忠心，我们苏府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地位就彻底保不住了。你怎么在发呆？若是不愿意，就离开吧。你记一下，这位商户并不乐意借钱给我们，只是随波逐流，咱们不能寒了他的心，把他的名字记下来，以后万一有什么事儿，就不用通知他了。大人，小人愿意借钱，小人100个愿意。哦，你愿意？我们可没强迫你啊。你想借多少钱给我们？小人愿意借200万两白银给将军府。你真愿意借这么多？大将军爱民如子，我等又岂能不舍得些许钱财？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，这儿签上你的名字。大人，小人还有一事相请。小人有个儿子想去军中历练，
不知道能不能向大将军通报一声，请大将军应允。行，我会禀报大将军的。你且回去等消息解释，无论成不成，都会给你一个回复。那谢谢大人了。这边事情已经办妥了，现在的关键全在苏黎身上，得再去看看他。这次绝不能有丝毫差错。唉，若当时就选离儿了，该多好，就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。离儿，事情不急，你别把自己再累着了。二叔，不打紧的，离儿不累的。等你成婚那天，苏府会为你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的，保证你哪怕去了将军府，也能下半生衣食无忧。不好了，有人将二小姐城门楼下救走了！什么？有人？我听他们喊着要抓的人是叶凡，应该是叶凡救走的，和咱们苏府没有关系。叶凡？那和咱们苏府关系就更大了，铁证如山啊！苏黎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给那个叶凡通风报信的？是不是你让叶凡来救走了你二姐？叶凡哥哥犹如神人，又何须我去传送了消息？定然是他未卜先知。可大将军凭什么相信啊？完了，真完了！这下子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召集家丁去替大将军捉贼，必定要将叶凡那小子给逮住。这下总算堵住了，这小子插翅难飞。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敢来云崖城抢人，速速放下！看你的样子，你就是任天吧？这算是我和你的第一次见面。虽然你是大将军，但是我不怕你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这傻子谁啊？连老子是谁都没认清，在这背什么台词呢？我和你定下3年之约，3年后咱们再见。给我搜索此子，绝对不能让此子跑掉。遵命。孙杨将军，我苏府扎根云崖城上百年，最是熟悉地形。我带了些家丁，我帮你们找吧。来人，将苏老爷送回苏府，派兵护住苏府，免得贼盗出现，伤了苏老爷的性命。完了，大将军这是彻底不信任我们了，苏府插翅难逃了。秀儿，你醒了。叶凡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听到你出事了，我专门来了一趟云崖城，将你救下。叶凡哥哥，幸好现在你来了，不然我就真的完了。不过接下来你稍微休息一下，咱们就得再出发了。去哪儿？自然是离开这云崖城。叶凡哥哥，这云崖城咱们能离开吗？当然，什么地方能困住我？况且我有师傅接应，小小人天区区云崖城又安能困住我？我师傅之强，哪怕是人天也得卖面子。叶凡哥哥，你没有变，和3年前一样，心怀远大，志向不凡。秀儿，好生佩服。大将军，属下无能，还没找到那贼人。哼，倒是没有想到苏红这般精明之人，也会为亲情所勒，会设计出这么一出。你去将苏红请到兵营来，好生伺候。是，属下也早就想好好问问苏红了。本事倒是不小，能找来叶范这样的人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属下说苏红本事不小。那贼人叫叶凡，这名字特妈的是妥妥的主角之词。令你现在去军营，执我军令，除了1000守城的将士之外，其余9000余人，无论新兵亦或者老兵，统统全城搜捕，宁杀错，无错过。叶凡哥哥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秀儿怎么都想不到，秀儿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跑出来。区区小事罢了，我这一生所料何曾错过？叶凡哥哥，要是人天追来怎么办啊？无妨，此去不远有一小镇，
名为骑牛镇，已被我师父掌控。我们很快就能赶到那儿，到时候有师父帮忙，小小人天而已，能奈我何？骑牛镇，叶凡哥哥，据我所知，骑牛镇只是个小镇，连城墙都没有。你那儿藏了很多士兵吗？不然如何能抵御人天的上万精锐？秀儿妹妹，我岂能打没有准备的仗？我师父是何等人？他一人便可抵10万雄兵，有他在，骑牛镇安全无虞。而且骑牛镇可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一个破败小镇，我早已令人在那儿囤积了80万石军粮。叶凡哥哥，这么多粮草都囤积在骑牛镇那样的小地方，万一遭人惦记该怎么办？秀儿妹妹，这正是高明之处。试想一下，有谁能想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囤积了80万担粮草？我叶凡玩的就是灯下黑。叶凡哥哥，你好厉害啊！秀儿能驾驭你，真是秀儿的福分。秀儿妹妹，你放心，有我叶凡在，我们未来的日子一定好的远超你想象。报！大将军，城外有一行22人，骑马快速逃离，疑是叶凡、苏秀一行人。不可能！云崖城我防守严密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叶凡又没有3头6臂，怎么可能出去？何况还带着一个人！你敢谎报军功，老子砍了你！若能这么轻松被我在云崖城给抓获了，叶凡也就不叫叶凡了。继续去探查。是。大将军，不可能啊！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你现在立刻去云崖城下，沿着城墙仔细搜索，查看是否有疏漏，是否有离去的痕迹，给我确认那叶凡到底出去没有。是。等一下，本将军和你一起去。本将军也好奇，这云崖城那叶凡到底能不能出去？大将军，发现踪迹了？是，城墙下发现了踪迹，应该是叶凡带着苏秀翻城墙逃跑了。大将军，是属下失职，没有严密防护好城墙，让叶凡那东西跑掉了，请大将军治罪。起来吧，叶凡是一般人，倒是不怪你。孙祥，属下在。本将军离开云崖城这段时间，云崖城交由你把守。其实蛮族极有可能入侵，你务必要小心谨慎，不可丝毫疏忽大意，定要守护好这云崖城。大将军，二妹犯下这等大错，我们苏府罪责难逃，还望大将军能给我们苏府一个机会，允诺我同去追寻二妹。王明，令你领100人马和苏锦同行，可自由行动，但必须在大军附近。一旦发现叶凡、苏有踪迹，务必立即来报。是。叶凡哥哥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乃是我囤积在骑牛镇的3000军士，全部都是被师父亲手调教出来的，个个都堪为精锐。叶凡哥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师父，怎么还敢劳你大驾亲自来接我了？哼，你背着我偷偷去了云崖城那危险之地，我如何能放心？师父，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？而且我将秀儿也救了出来。秀儿，快喊师父！秀儿，见过师父。师父，你……哼，勾引我徒弟，为了你身陷险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秀儿，你别见怪，我是师父的命，他不能允许我有任何的损伤，所以才会这般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师父，你这不是让徒儿为难吗？况且徒儿眼下还正被追杀呢。有人追杀你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对你不轨？让他滚出来，试试我这一对擂鼓瓮金锤！师父，追杀我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云崖城现在的守将任天。哼，那任天若敢来，老夫就让他尝尝老夫的厉害，把他的头拧下来，给徒儿你当夜壶。那就多谢师父了。徒儿就先回房休息了，奔波了一路，也很疲累了。来者可是云崖城守将任天，识得你爷爷否？本将军正是任天，你是何人？安敢拦本将军的路？我乃相贵。将军，这个相贵可不好惹，在抗击蛮族上，他一人面对蛮族10万大军，杀了个7进7出。原来是相贵将军，倒是在下失敬了。哼，知道我的名字就好。现在我给你一条活命的路，立即从马上滚下来，发誓从今以后会好好效忠我徒儿叶凡。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，否则休怪我垂下无情。哼，向将军，本将军想好了，叶凡这种货色，想当本将军的小兵都不够格，还妄图让本将军投效他，让本将军偷笑他还差不多。好，后退100步，腾开战场。今天
我若让任天在我手下走过10回合，就算我不中用了。三军听令，大功上线，放线。庶子，你怎如此不讲武德？哼，一波箭雨不行，就再来一波。第二波箭雨，放箭！任天，你无耻！秀儿，他师父战死了。什么？师父待我如亲子，却被那任天用乱箭齐射而死。此仇不共戴天，我势必要取下任天的首级，为师父报仇雪恨。叶凡哥哥，那现在你是要带人与任天厮杀吗？糊涂！师父以性命为我换来了生机，我又如何能不留待这有用之身？啊！可你不是说……秀儿，身为执旗者，就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，绝不能因感情而误事，这是大忌。我现在不仅得立即离开，而且一滴眼泪都不能流，也不能去给师父收尸，耽误时间。他死得其所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也该欣慰才是。是叶凡哥哥，那现在我们该如何？先去四方城吧。我大伯早已听我劝谏，斩尽四方城官员，已经起事。如今四方城内囤积粮草无数，还有2万兵马。哼，这些兵马多是招纳的北疆易散下来的将士，战斗力不俗。等我到了四方城，再号令宋万来救。其实2路兵马合围，定叫任天知道我的厉害。哼！喂！凡儿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伯父，想死您了。李将军，他们快撑不住了！打这群山贼耗费了数月功夫，钱粮消耗更是不计其数。今天他们要么死，要么投降。立即令攻势，不给这些人丝毫喘息之机。大少爷，苏秀姑娘来四方城了。什么？苏秀妹妹终于来了！副将，副将，属下在，攻击暂停。本将军要去接苏秀妹妹。将军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没有错，立即下令，全军暂停攻击。副将，副将，副将！废物！我居然到今天才知道这李伯天是个外行，根本就不懂用兵。这样的四方城，还有什么值得偷笑的？二少爷，苏秀小姐来四方城了。真的？二少爷，苏秀小姐已经入城了，小人亲眼所见的。好，时针暂停，我亲自去接苏秀妹妹。二少爷，我的病，从当上梁末转运使的那一天，为了李家尽心尽力，现在不过是求一次诊而已，却比不过一个女人。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少爷，苏秀姑娘来了，她来咱们四方城了。什么？如今已到了城主府上，苏秀妹妹终于来了，我这就去接她。点火暂停，等本大人回来再继续。这他妈是瘟疫啊！暂停点火。报！大将军，有人前来投靠，他们自称是附近的山贼，但原是边军，还说曾和大将军你早通过书信了。请过来。大将军在上，小人石虎率人来投靠。石虎将军礼重了，怎么突然来投我？自从赤峰军被灭后，我等只能落草为寇，要甲没甲，要兵器没兵器，要战马没战马，被一个小小的四方城追着杀。若再不来投靠任将军你，我就只能下黄泉了。如此的话，就请石虎将军和本将军一道吧，咱们拿下这大隅江山。对了，石虎将军，你此来带了多少人？约1万人，其中6000是曾经的边军，其余是附近被我扫空的破山贼。唉。反正我是想明白了，当山贼是死，打天下也是死，不如跟着任将军。就是可惜比较匆忙，不然的话，我还能再为任将军你招来数万大军。数万？石虎将军莫不是在说笑吧？据我所知，北疆易散的边军极多，最近都在山上挨财奏。只要我亲去，晓之以理，有许多人愿意投效。毕竟
只有任将军你动之你手中，必然有钱有粮有战马有装备。若如此，那这份天大的功劳，我可就交给石虎将军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莫非是想让我去替你招揽这些边军？不错，你带1000人前去，若你能再带回来1万人，我封你为北疆守将。大将军，末将带100人去就行，那带来的1万人就交于大将军。报，大将军，有人来投抗，自称是四方城李伯天副将派来的，叫来。任将军，我乃张良将军派来的，张良将军意欲投秀，有书信一封，愿为内宴，里应外合拿下四方城，只求善待军眷。李伯天要去接苏秀，所以攻击暂停。离谱！报，大将军，又有人来投靠，他自称是四方城粮秣转运使。又有人？我这大军还未在四方城前驻扎呢，这已经是第3波了吧？唉，叫来。大将军在上，小人四方城粮秣转运使朱贵愿意投效大将军。四方城李家之人不拿我等当人，我也没必要效忠于他。今投效大将军，愿将四方城内的粮草尽数献上。此图本将军收了，本将军也记你一大功。不过现在需你返回四方城，守着本将军的粮草。是。大将军，有人来投效。又有人？四方城就在眼前，谁愿意为本将军的先锋？那将军，末将愿望定在1天之内拿下四方城。大将军，属下愿望定在半天之内拿下四方城。既然你们2人都愿意攻城，那本将军就给你们2人机会。张氏带领5000人马从北门攻入，王明带领5000人马从西门攻入，本将军亲率1万人马为尔等压阵，3更造饭，5更攻城。得令！任天兵强马壮，又有打败晋军的威望在，如今已陈兵城下，随时发动攻击。眼下我等该如何？诸位可有办法？伯父放心，在咱们拿下四方城时，我便早有谋划，将四方城防御的固若金汤。任天不过区数千人，就算是再强，也必被挡在四方城下数月之久。况且我已写信给宋万，以宋万的速度，相信这几日就能到四方城。到时候宋万和我们内外夹击，任凭任天有3头6臂，也必为我四方城下一句枯骨。凡儿，还得是你，足智多谋，算无一计。有你在，我四方城安逸。李伯天，你如何看？自然是将任天抓来，好好给秀儿妹妹报仇。居然敢追杀秀儿妹妹，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为秀儿妹妹报仇的事，轮得到你吗？还是我来？我要和任天单针挑去，让任天口吐白沫，求生不得的，求死不能。我来。别看我文官，但收拾任天有1万种办法，1万种。哈哈哈哈！所谓美女配英雄，你们李家一门3杰，就该这北疆第一美人相配才是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本城主非常乐意成人之美，这就将苏秀赐给你们兄弟3人。至于次，就看在这一次和任天的对战中，谁的表现更好了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本城主说的话，什么时候不曾兑现？秀儿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你嫁给那李家3兄弟中的。请吧。去哪儿？不重要，重要是把你捆起来，还不能让叶凡公子发现，直到你和我家公子生米煮成熟饭为止。苏秀小姐，乖乖待着，等李家3位少爷凯旋而归，好好享用你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二叔，我错了，我愿意嫁给大将军。哼，大哥，兵权虽然在你手里，但抓任天，我的毒针可比你的大刀快多了。这次秀儿妹妹必然是我的。二哥此言差矣，兵不血刃才是上策。我的计谋定叫那任天自投罗网，你们就等着和我跟苏秀的喜好吧。警觉！哎，大哥，怎么了？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后背凉飕飕的？对啊，可我刚才偷偷回头看了好几次。又什么都没有啊，怎么回事？小人张良是这四方城内的副将，诸位可是任天大将军的人？废话，还能是你爷爷我不成？我乃大将军麾下张氏，特来接管四方城。原来是张氏将军，失敬失敬。
守城的李家大公子李伯天已被在下派人砍了脑头了，这北门将士也全被在下收服了。张氏将军，你率大军进来便可，北门已属于大将军了。啥？李伯天脑袋被砍了？草啊！我本来是要拿他的脑袋当手工的呀！这特么不仅人头没了，连北门将士都投诚了，我一丁点功劳都没了。将军快带人进来吧，我亲自带你去城主府。还好还好，首恶叶天成没死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，得赶紧抓紧了。王明将军，这一个是李家二少子李仲地的脑袋，一个是李家三少子李继仁的脑袋，下官已经让人全部砍了，全部交于你。而且这西城门的人都是张良将军的人，早已经盼着你们来了。本来还准备拿个大功劳的，可现在这朱贵全部干了，显得本将很呆啊。王明将军，带人速速进城吧，城主府尚且灯火通明，下官为你带路，助你拿下城主叶天成脑袋。快点，快点，立即去城主府。哼，张氏将军，你这么快？嘿，王明你也不慢啊！快快快，都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来人呐，吩咐下去，骑兵先行，步兵在后面。张氏，你要脸不要脸？为了抢功劳，点情面都不留是吧？来人呐，咱们也骑兵先行，步兵再说。杀进去！大将军在上，我等已斩了叶天成的脑袋，望大军笑纳。不是吧？想建立功勋这么难的吗？唉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对了，还有2个人，叶凡、苏秀，我去做掉叶凡。上次在云崖城，叶凡从我手中逃脱了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老子都要将他碎尸万段。那把苏秀交给我。王明将军，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迟了，从你诬陷大将军偷你婢女金钗时，就迟了。苏秀葬身于城主火海之中，此乃定事，不许外传，听到了没有？遵命。特么的，老子就不相信他能在天罗地网中跑掉！给我继续找！报！张氏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咱们的云崖城遭到了蛮族攻击，孙祥将军让我来送信。什么？禀告大将军了吗？没有，属下找不到大将军，只能先来禀告将军你。立即去找大将军，万不此刻有失。其余人去找王明，将此事说与他听。眼下不是争功的时候，必须上下一心。陛下，我大禹泱泱大国，岂能卑躬屈膝和蛮族和亲？还是你亲与拓跋祥太和亲？拓跋公子，朕已做好准备，随时等你前来取朕。你好歹也不能让蛮族进攻云崖城啊！山河城已丢，若再让蛮族拿下云崖城，北疆防线空无一物，蛮族随时都可能南下，我大禹可真就万劫不复了！镇国公啊，怎么就一丁点都不明白朕的苦心？朕希望你可以永远是朕的股肱之臣，为朕先锋，替朕扫平一切改革障碍。对了，朕已令蛮族3皇子攻打云崖城了。如果不出所料，眼下云崖城也快被蛮族拿下了。大将军，蛮族这一次进攻咱们云崖城，十分疯狂，云崖城已岌岌可危。这蛮族之人也有高人啊，可眼下必须干掉叶凡，哪怕最终的结果是云崖城城破了，都不如叶凡的危险大。传令下去，王明带人控制四方城一切，防止骚乱，掌管四方城。张氏集合所有的轻骑兵，组成巡逻队，在四方城内外巡逻。只要见叶别，立即追杀，并放信号。本将居中策应。伯父、秀儿，非是我不肯救你们，实在是情势危急。所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待我逃离此地，以我算无一策的手段和能力，很快便能再组成一支大军，拉出几十万人马。到时候势必帮你们报此仇。任天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往云崖城的方向跑吧？
怎么可能？人天能猜测到我要从北天走，你居然能想到我想到的事情。叶凡，可算是让老子逮住你！哼！大力气！这叶凡果然不简单，此子断不可留。没想到任将军如此实力，倒是叶某之前小觑了。如今一见，好不快哉！任天，你可有胆子让众士兵让开，与我大战300回合？若我输，则甘心情愿在你帐下听命，效忠于你；若你输，放了我便可。有何不敢？我与北疆无敌手，今日好不容易见到一旗鼓相当对手，令我心痒难耐。今天晚上势必与你大战300回合，不分出胜负，绝不罢休。这个蠢货，等他靠近，找机会便能给他一匪刀，我便能逃出升天了。所有将士听令，向外退去20步，点燃火把照明。我要让叶凡尝尝我方天画戟的滋味。当真是好骗，这些将士全部跑到了4周，我就更可以放开手脚了。后退？不是，为什么后退啊？众将听令，搭弓上箭，放箭！任天，你无耻！任天，你无耻！来人呐，上前补刀，给本将军升起一堆大火，将这个叶凡给本将军烧成灰。大将军对这个叶凡到底是多恨啊？死了都还要烧尸体。张氏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现在立即去四方城内寻找一些高僧、道士之类的啊，反正能超度的都给我找来。本将军要最好的。是，大将军，属下这就去。只是大将军，眼下四方城已平定，该你去主持大局了。要不你和属下一起去四方城，这叶凡之事属下来做就是了。我亲自看着四方城之事，稍后再说。你现在就去吧。好。短短数日，兵马人数翻了10倍，有这些人马在，云崖城之危可解。只是这新收复的四方城该当如何？叶凡手下大将宋万多半在来的路上，不日即将到达。我不清楚宋万手中兵力几何，但能被叶凡倚重，只怕不凡。我若一走，宋万若攻城就麻烦了。暂留5000人吧，多选四方城原本守军，以四方城之险，当能守护一阵子。报！大将军，有一支兵马已由南而来，距离四方城不过15里。来者何人？可看得清楚？大将军，那支军队竖着宋字大旗。宋万，只是没有想到这宋万来得如此之快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有多少人马？禀大将军，约莫有5、6万人，皆披甲执锐，军容甚威，看起来极为不凡。诸位，本将军欲留下一人，统领5000精兵守着四方城。你们中可有人愿意留下？上一次打四方城，城内皆是内应，轻松得很。可现在宋万带5、6万人前来，难度极高，留下来极有可能送命啊！大将军，末将愿意留下来。哦，王明，你当真愿意？属下愿意。我给你留下的5000人，最多只能给你1000甲士，配合四方城原守军4000人，但这远远不够。宋武能如此之快前来，便能看出此人不凡，以一击而中咱们死穴。本将军预料，他必然不会攻打四方城，而是会直接尾随本将军而去，阻我救云崖城。所以，你的任务不仅仅是守住四方城，而是阻断宋万在北将军背后的袭击。听明白了吗？大将军放心，属下就算是拼到最后一兵一卒，也必定挡住宋万。王明将军，妾身有一事相问，将军能否为妾身解惑？什么事？追杀而来的宋万是什么人？叶凡的人，听说是个清秀少年，但不苟言笑，冷言冷语。不过作战极其勇猛，毕竟能替叶凡打出5、6万大军，实力不可岂去。王明将军，妾身想留下来，和将军你一起守着四方城，求将军同意。你想留下来？宋万大军来袭，这四方城岌岌可危，留下来可是要送命的。莫非是觉得苏府行事不端，想替家族赎罪？好，既然你有这般心思，我便留下你。大将军那儿你也不用去求情了，我自会替你去。多谢将军。3000对6万，死战不退，用鲜血为大将军争取时间。众将士，随我征战！苏锦在此！苏锦在此！万人攻击！
锦儿姐！这是锦儿姐，谁是锦儿姐？你这些日子过得好吗？张威，他对你好不好？他是不是也在四方城？这人谁呀？张威又是哪根葱？说好的生死血战呢？你就是张威是不是？哼，就你这副模样，也配得上锦儿姐？婚后你对她可好？本将王明乃人天大将军麾下副将，张威只是本将曾经的上司罢了，早已经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坟头上的草都长出了3丈高。张威死了，这么说来，你是锦儿姐的新夫君了。你脑子里除了你锦儿姐还有别的吗？宋万，你别胡说！王明将军是我的上司，我和他没有瓜葛。如今我已是孤身一人。宋万，往后余生，我只想用自己所学的本事，求一份功名，建一份功业。锦儿姐，你想建功立业，这个简单。我如今麾下有6万大军，只要你点头，我愿将这6万大军当作聘礼，高头御马，10里红妆迎娶你。3军听令，从今天起，锦儿姐就是你们的3军主帅。让咱们听一个女人的命令，这女人谁呀？宋万，我心已死，从今往后不会再求情爱，亦不会再嫁。我知道我此生再无希望，但唯一能求的是你能叫我一声夫君。你能叫我一声夫君吗？我把命给你，夫君！锦儿姐，你终于肯叫我夫君了。我说过的，你叫我夫君，我把命给你。诸位兄弟，我乃王明，是云崖城大将军任天的副将。大家可能不认识我，但大将军任天，相信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。我愿意投效大将军，愿意投效大将军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大将军能将我等当个人，不会随随便便自杀。苏锦，宋万的尸体我会让人收拢起来，好生安葬，不会让他这么就被乱兵践踏。谢将军。来人呐，令你速去禀告大将军，将此件事情一一告知大将军，并告诉大将军，我王明随后便会将这6万大军带过去，由大将军处置。是。报！大将军，王家航海前来禀告，说有重大事情要告知大将军。叫他来。大将军，蛮族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大军，有8万多，全部去攻打云崖城了，就留下了1万多老弱病残，由蛮族3皇子统领，固守着山河城。如今山河城内大家沸腾难当，若大将军肯去，山河城必再能回愚人之手。立即改道，直奔山河城而去，攻打山河城。此为左右峰，乃是山河城南下必须经过的一道险口。若能在其上布置一支军马，我在攻打山河城，必令蛮族回防。可利用这一地理优势，狠狠挫蛮族锐气。我有10万火急之事汇报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！难道四方城破了，王明战死，宋万松从背后杀来了？四方城怎么了？宋万已死，还留下了6万大军，皆被王明将军收服。而且王明将军已经统辖了那6万大军，准备赶过来了。大将军！好样的！